兄弟们，先别急着划走。我知道，一点开这种标题，这3种人千万别再抽烟了。你心里可能在想，又来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要开始说教了。你放心，我不是，我叫志明，烟龄15年，一天2包是家常便饭。抽到后来，早上起来不点一根，感觉整个人都开不了机。我身边的朋友10个有8个都抽，所以我今天坐这儿跟你聊的不是什么健康讲座的大道理，不是站在道德高点上指责你，而是我拿半条命换来的一些教训。我现在不碰了，不是因为我突然觉悟了，想当什么健康标兵，而是因为一些非常具体，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远远超出你对抽烟危害的想象，所以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老掉牙的肺癌、心血管疾病，我们来聊点真正让你后背发凉的。哪3种人如果继续抽下去，可能会面临改变一生的灾难？你以为抽烟最糟的结果就是咳嗽，咳到肺痛，最后得个肺癌吗？我以前也这么想，觉得那是几10年后的事，还早。大错错错！有一种怪病，它来得又快又猛，会让你疯狂呕吐，体重骤降，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你会吐到脱水，被送进急诊室，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而这一切的凶手，就是你以为能让你放松一下的那根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1种人，身体已经出现严重排斥反应的人。这个病在医学上有个很拗口的名字，但咱们说人话，它的信号非常明确。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在长期抽烟之后开始出现下面这些症状，那绝对是身体在对你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了。第1个信号是周期性的无法控制的恶心和呕吐，不是那种吃坏东西的吐，而是一种从胃里翻江倒海涌上来的剧烈反应。你可能早上醒来什么都没干，就冲进厕所吐到只有黄色的胆汁，那种感觉像是有人把你的5脏6腑钻在一起拼命的拧。第2个信号，腹部绞痛，那不是普通的肚子疼，而是一种钻心的痉挛一样的疼痛，很多人形容就像被人用刀在肚子里乱绞。第3个信号，体重莫名其妙的往下掉，因为你根本吃不下东西，闻到油烟味就想吐，好不容易吃下去一点，很快又会被身体排斥出来。但最诡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信号来了，来点真正让你后背发凉的信号。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只有当他们把自己泡在滚烫的热水里，洗一个非常非常热的热水澡时，那种恶心和疼痛感才会稍微缓解一点。很多人为了止痛，一天要洗好几个小时的热水澡，洗到皮肤都发红脱皮。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更残酷的是这个病症背后的悖论。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当你恶心的不行、痛苦的要死的时候，你点上一根烟，吸上几口，在那个当下，恶心的感觉好像真的能被压下去一点，食欲似乎也回来了一点。于是你的大脑就被骗了，你以为是香烟在帮助你，在治疗你的恶心，但事实上，它才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这就像你对海鲜严重过敏，但奇怪的是，每次吃下一只虾，身上的痒能暂时止住3分钟。于是你误以为虾是解药，痒了就吃，吃了更痒，你只好吃更多，直到有一天你呼吸困难，全身肿胀，被送进急诊室，你还死死抓着那袋虾，跟医生说这是我的药。荒谬吗？但这就是身体对烟草产生排斥反应时，我们大脑被欺骗的真实写照。你以为那根烟是在帮你止吐，其实它才是让你下一次吐得更惨的元凶。你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用毒药来解毒，结果只会让自己中毒越来越深，直到身体彻底崩溃。说实话，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个症候群的第1阶段。虽然没到天天吐的程度，但那种持续的恶心、食欲不振、吃什么都不香的感觉，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是烟的问题，还以为是自己肠胃不好。所以兄弟，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类似的症状，尤其是洗热水澡能缓解这个奇特的信号，千万不要再骗自己了。唯一的解药就是立刻、马上、彻底的停止抽烟，没有第2条路。
这是第一种人，身体在用最激烈的方式跟你说不。而第二种人，抽烟攻击的是比身体更脆弱的地方，你的心智。你可能听过某些人格特质，或者说某些人天生的精神状态，在接触到烟草里的某些高浓度有害物质之后，会被无限放大，就像火上浇油一样。身体的痛苦，前面说的呕吐、腹痛已经够折磨人了，但你至少还知道自己是生病了，你的理智是清楚的。但如果抽烟开始侵蚀你的理智，让你分不清现实和幻觉呢？让你活在一个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恐惧和妄想里呢？这才是真正让我吓破胆的地方。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抽烟最黑暗也最不为人知的一个风险——诱发精神病，英文叫 psychosis。这不是在开玩笑，我希望你认真听接下来的每一句话。研究数据非常惊人，如果你因为抽烟诱发了急性的精神病发作，并且因此住进医院，这样的事情发生超过3次，那么你在未来被正式诊断为思觉失调症或者躁郁症这种重度精神疾病的风险将会暴增将近100倍。100倍，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你几乎是预约了一张通往人生毁灭的单程票。你可能觉得这离我很远，那你想想，我们有时候看社会新闻，看到一些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伤人案件，一个人突然之间失控，伤害他最亲近的人，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你以为那是天生的恶魔吗？很多时候，你去深挖他的背景，会发现背后都有一段药物或物质滥用的历史。那根点燃的香烟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不是犯罪的动机，但它很可能是那把钥匙，打开了这个人心智里的潘多拉魔盒，放出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魔鬼。说到这里，我必须要跟你分享一段我人生中最恐怖、最不堪回首的经历，这也是我最终决定彻底告别香烟的核心原因之一。我就经历过一次急性的由抽烟诱发的精神病发作，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准确形容。那天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条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完的路，一条我走了10几年的路，但那天晚上一切都不一样了。路灯的光不再是温暖的黄色，它们是扭曲的、冰冷的，像一只巨大的、不怀好意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旁边公寓楼上邻居晾着的衣服，在晚风中飘动的样子，在我看来不再是衣服，而是一种神秘的符号，像是在向我传递某种我还无法破解的密码。我当时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极度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我坚信自己发现了一个足以撼动世界的惊天秘密，一个关于宇宙运行的终极规律。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是天选之子。那种狂喜和全能感让我整个人都在飘。但另一方面，我又怕得要死。我听见风声，都觉得是有人在窃窃私语；我看见路边停着的车，就觉得里面有人在监视我，想抢走我脑子里的那个伟大发现。那种自己既是神又是猎物的精神分裂感，那种全世界都围绕着你运转的妄想，和全世界都想伤害你的偏执，那种现实在你眼前像玻璃一样碎裂，你却无能为力的失控感。我发誓，我绝不愿意再体验一次，哪怕只有1秒钟。我不敢想象，如果那次发作没有自己停下来，如果我真的像数据里说的那样反复发作，最终滑向思觉失调症的深渊，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失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所有在乎的一切。我会变成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活在幻觉里的空壳。为了那几分钟的放松，去冒这样万劫不复的风险。所以我说，有严重精神健康问题、有精神病史或者家族里有相关遗传风险的人，你们就是我说的第2种，绝对不要再碰香烟的人。你或你身边的人有因为抽烟而出现过类似的精神困扰吗？哪怕只是一些轻微的 paranoia 或者焦虑加剧，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察，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
孤单。好，讲完了这2个玩命的风险，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心智上的。接下来要说的第3种人更加隐蔽，它不是一种生理疾病，也不是一种精神诊断，它是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能把你活活困死在烟瘾里的思想牢笼。这第3种人就是那些打从心底里相信烟瘾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伴随终身的绝症的人。这句话你可能在哪儿听过，比如一些戒烟团体或者一些匿名互助会里，常常会宣扬这样一种理念：你一旦上瘾，你永远都是一个康复中的成瘾者，你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康复。我必须说，如果你抱持着这样的信念，那你真的不应该再碰香烟。你或你身边的人有因为抽烟而出现过类似的精神困扰吗？哪怕只是一些轻微的 paranoia 或者焦虑加剧，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察，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好，讲完了这2个玩命的风险，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心智上的。接下来要说的第3种人更加隐蔽，它不是一种生理疾病，也不是一种精神诊断，它是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能把你活活困死在烟瘾里的思想牢笼。这第3种人就是那些打从心底里相信烟瘾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伴随终身的绝症的人。这句话你可能在哪儿听过，比如一些戒烟团体或者一些匿名互助会里，常常会宣扬这样一种理念：你一旦上瘾，你永远都是一个康复中的成瘾者，你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康复。我必须说，如果你抱持着这样的信念，那你真的不应该再碰香烟。你或你身边的人有因为抽烟而出现过类似的精神困扰吗？哪怕只是一些轻微的 paranoia 或者焦虑加剧，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察，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好，讲完了这2个玩命的风险，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心智上的。接下来要说的第3种人更加隐蔽，它不是一种生理疾病，也不是一种精神诊断，它是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能把你活活困死在烟瘾里的思想牢笼。这第3种人就是那些打从心底里相信烟瘾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伴随终身的绝症的人。这句话你可能在哪听过，比如一些戒烟团体或者一些匿名互助会里，常常会宣扬这样一种理念：你一旦上瘾，你永远都是一个康复中的成瘾者，你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康复。我必须说，如果你抱持着这样的信念，那你真的不应该再碰香烟。不是因为你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你的思想已经为你的失败铺好了所有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这个瘾是绝症的信念，就像一个你自己亲手打造的坚不可摧的思想牢笼。这笼子没有实体的铁栏杆，它是由你的信念构成的，甚至连门都是虚掩着的。但你就蹲在这个笼子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出不去的，因为我天生就是个囚犯，我的命运就是被困在这里，我对香烟无能为力。每一次当你尝试走到门口，也就是尝试戒烟几天，然后又因为难受，因为压力，因为应酬退了回来，也就是复吸，你不是在证明那扇门是锁着的，你只是在回头对笼子里的自己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果然是个无药可救的囚犯。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应验的诅咒。当你相信自己无力抵抗时，任何一次屈服都成了你无力的证据。你戒烟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重获自由，而仅仅是为了延缓下一次失败的到来。你永远活在康复中的惶恐里，而不是走向已康复的自由。那我的选择是什么呢？我选择站起来，一脚踹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笼子。我告诉我自己，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狗屁囚犯，我只是一个曾经在路边因为无聊、因为压力、因为社交抽了10几年烟的普通人志明。我不再抽烟，不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再次上瘾或者失控，我根本就不跟他玩这套控制与失控的游戏。我之所以不再抽烟，只有一个原因：我为我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充实、更健康、更精彩、一个完全不需要香烟来填补空虚和无聊的新生活。我开始健身，我开始阅读，我把以前买烟的钱省下来，去学一个新的技能，去带家人吃一顿好的。
当你的生活被这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填满时，香烟自然就没有了它的位置。你不是在戒它，你是在取代它；你不是在痛苦地抵抗诱惑，你是在心智勃勃地奔向一个更好的自己。这就是心态的力量。如果你打破那个思想的牢笼，你用再多的方法、再强的意志，都可能是在做无用功。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一下，这3种人，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家人的幸福，请你务必远离香烟。第一，身体已经出现严重排斥反应，会恶心、呕吐、腹痛的人。第二，有潜在精神健康风险，有家族病史，或者曾经因为抽烟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对劲的人。第三，内心深处相信烟瘾是绝症，认为自己无力抵抗的人。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几类人也需要极度的谨慎。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你的大脑还在发育，这东西对你的伤害是永久性的。孕妇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妈妈，这不用我多说了，你是在拿你孩子的健康冒险。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其他肺部疾病的人，你这是在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还有职业驾驶或者你的工作需要随机药检，以及那些你正在求职或者准备购买高额保险的人，一次阳性防疫可能会让你失去工作或者付出惨痛的经济代价。好了，兄弟们，今天跟你掏心掏肺说了这么多，我知道有些话可能不中听，甚至会让你感到不舒服，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之所以把我自己最不堪的经历都翻出来给你看，就是希望我的这些伤疤能成为你的盔甲，让你避开我曾经掉进去的那些坑。人生是你自己的，选择权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继续，也可以选择和我一样，去看看一个没有烟雾缭绕的世界到底有多清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订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像今天这样跟你掏心掏肺说真话的唯一动力。而且你也知道，像这种内容能存在多久都很难说，建议你先下载或分享给那个你真正在乎的朋友。人生是你自己的，选择权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继续，也可以选择和我一样，去看看一个没有烟雾缭绕的世界到底有多清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订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像今天这样跟你掏心掏肺说真话的唯一动力。而且你也知道，像这种内容能存在多久都很难说，建议你先下载或分享给那个你真正在乎的朋友。点个关注，下期我们聊点更实际的。